生成为了一只北极狼，并且还开启了无限吞噬系统，只要进食我就能无限成长，直到我成为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。可目前的我还只是一只不到2个月大的小狼崽。就在我凭借毕生气运找到一只刚死亡不久的驯鹿时，我却没发现自己竟被一只高我1个等级的成年猞猁给盯上，并且凭借着它猫科动物的灵活，很快就在我身上留下了一处深深的血掌印。在硬抗了猞猁一击之后，我与它的距离也拉开了一些。看着眼前比我高出1级的成年猞猁，我深刻的明白，这将是我重生成狼以来面对的第一场生死厮杀。在这个只有白色的极北大陆，想要活下去，拼的就是谁更狠，谁更强。好在我的速度比猞猁要快一些，也不是丝毫胜算都没有。念及于此，我也露出自己的獠牙，嚎叫着与猞猁扑打在一起。但猞猁在力量上明显要比我强上很多，我也只能嚎叫着不停后退，然后利用自身速度的优势和猞猁进行拉锯战。在我们2个飞速移动中，每一次短暂的接触便是凶悍的撕咬和扑杀。终于猞猁又找到一个机会，如同刀锋般的前爪再次在我的狼躯划出了一道口子。感受着从伤口处流下来的暖流，我也是杀红了眼，张口向着猞猁脖颈处咬去，可却被它躲过。但我依旧咬到了它的侧腹，一层皮肉被直接撕扯了下来。吞咽下肚后，我的眼神顿时一亮。宿主进食猞猁获得2.5点进化值，现在的我还差5点进化值就能够突破到4级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再撕咬下2-3口皮肉，我就能突破到4级。一旦突破，这头猞猁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想到这，我也不准备再玩什么拉锯战，顿时张开嘴，露出獠牙，一步步走向猞猁。而猞猁也被我的行为彻底激怒，它也怒嚎一声，矫健的四肢一跃而起，锋利的前爪闪烁着冷光，向着我扑杀而来。但这次我并没有闪躲，直接与它硬碰硬扑杀到了1级。硬抗了猞猁2次前爪击打后，我再次咬下了猞猁一口皮肉，获得2.4点进化值。听着进食获得的进化点，我与猞猁的厮杀更加凶残了。只要这头猞猁那锋利的爪牙不往要害主招我就对它视若无睹。在恶战中，我又瞅准时机，从猞猁的前爪处咬下一层皮肉，获得2.3点进化值。前爪受伤导致猞猁的战力也受到了影响，它那双猫科动物凶悍的眸子中终于升起了一丝退意，但我根本没给它这个机会，直接扑到猞猁的背部，狠狠咬下一块血肉。吞下这块血肉后，我的实力也得到迅速提升，进化的力量游走在全身上下每一处。恭喜宿主晋级到4级，我再次将额外的10点属性值分配到速度1栏，速度属性直接飙升到80点。感受着暴涨的力量，我忍不住长嚎一声，身下的猞猁飞奔而逃，但它的速度在我看来极为缓慢，一个呼吸的时间便追上了猞猁。80的速度配合着40力量的一击，直接将猞猁的脊椎一爪拍碎，眼看是活不成了，我又上前给他来了个痛快。第一次生死厮杀终于落下帷幕，刚刚受的伤也在进化中完全恢复。在猞猁彻底咽气后，我的眼前突然弹出几道淡灰色的消息提示：以弱克强，临阵突破，浴血搏杀，最终胜利，目标死亡，战斗品级 S， 获得地级猎杀天赋。看到眼前飘起的消息提示，我顿时一愣，没想到厮杀战斗还会有这种收获，不过只有战斗评级达到 S 才会有这种奖励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过多幻想，而是查看了下所谓的天赋。猎杀天赋开启后，可以提升自身 50% 的移动速度和 50% 的攻击力，气息隐蔽系数增加，持续时间60秒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有了这个天赋，我的实力也算是增强了不少。看到这个奖励，我虽然很是激动，但也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，毕竟还有头北极驯鹿和猞猁的尸体需要我独自拖拽回山洞，不然耽搁时间太长，说不准还会引来其余的狩猎者。就在我将2具尸体丢在洞内几只小家伙面前时，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就仿若看向狼爸一样，充满了敬畏和崇拜。猞猁的尸体被我放在一旁，没有让他们一群狼崽子进食，毕竟它的肉还是能给我提供不少进化值。至于北极驯鹿的尸体，则是用爪子往前一推，示意4只狼崽子放开了吃。目前堂姐和小孤狼的实力都是2级，除此之外便是狼群中另一头雌狼的孩子。这头灰白小狼属性达到了1级，最弱的便是最年轻的狼妹，只有可怜巴巴的0级。不过狼妹刚出生才1个月，这个属性在狼群中也是正常的。吃饱后，我便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后，直接趴下睡起了觉。狼妹在吃饱后也就回到我身边睡起来。北极白天的时间是很短暂的，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。睡醒后的我发现狼爸狼妈他们竟然还没有回来。至于那具驯鹿的尸体，在小孤狼他们吃完后，已经自觉地搬到山洞深处，以防有别的狩猎者闻着血腥味找来。见状，我在心中默默给他打了不错的评分。我起身向外走去，刚到洞口就感觉到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远远望去，发现寒风有着越来越大的趋势，难不成是暴风雪要来了？想到这儿，我心里突然一沉，狼爸狼妈他们没有回来，可能也和这个有关。毕竟狼群中一共8头成年北极狼，如果倾巢出动之下，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北极熊之类的霸主，那几乎没什么狩猎者可以对他们构成威胁，所以我对他们倒是不怎么担心。这头200斤的北极驯鹿尸体也足够我们吃上几天。我在山洞附近巡视了一番，确定没什么危险后，便重新返回山洞。除了堂姐在警戒周围，其余3只狼崽都在呼呼大睡。我低嚎一声示意我来警戒，堂姐也通过嚎叫和我进行短暂交流，告知我一些警戒事项后就回去睡觉了。现在的堂姐已经把我当作狼爸那种头狼来看，毕竟我现在已经有实力出去
去狩猎来养活他们几只小狼崽。山洞外的风雪越来越大，许多在北极生存的动物都在找地方躲避。有只北极燕鸥竟然飞到了狼群的洞口，我凭借着超快的速度一掌将其拍了下来，将燕鸥身上的毛简单拔了拔便吞进肚里，因此还给我提供了不到3点的进化值，这也算是首夜的意外之喜。天蒙蒙亮时，几只小狼崽也都醒来，开始无聊的打着闹闹，而我只是懒洋洋的趴在石头上，眼皮都懒得动。没过会儿便觉得有些饿了，于是就招呼几只狼崽子吃饭。他们吃北极驯鹿的尸体，而我依旧尽是猞猁尸体，吃了7、8斤左右便吃不下了。这些肉给我提供了近20点进化值。饭后我又去山洞外面巡视了一圈，暴风雪稍微小了一些，可依旧冰寒刺骨。巡视一圈后，我便赶快返回了山洞，发现精力旺盛的小布朗也蹦蹦跳跳的来到洞口，可很快就被一阵狂风吹回来。不服输的小布朗开始反反复复和洞口的寒风做起斗争。我看了一眼没说什么，毕竟狼族幼崽那旺盛的精力总要找地方宣泄。接下来堂姐开始担任警戒，我也找了块被封的石头睡起来。时间一晃过去了7天，期间暴风雪断断续续的，直到今天才完全停歇下来。山洞之中的猞猁已经吃完，这几天又给我提供了20多点的进化值。北极驯鹿的肉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尤其是小布狼的饭量都能抵得上一头成年北极狼，目前体型也已经比堂姐的体型大得多。除此之外，小布狼身上发生了别的变化，短短几天它的数值属性增强了不少，并且物种后面还多了一个异种备注。以前小布狼绝对没有异种这个词，应该是这些天食物足够吃才开发出的自身潜力。小布狼看我向他走过去，赶忙乖巧低顺的嚎叫了一声，还给我舔了舔腿上的毛发，随后翻起肚皮以示最大的亲密和讨好。看到这种行为，我也低嚎一声，伸出爪子拍了拍他的头。这只异种实力的小布狼彻底被我收为小弟，顺便给他重新起了的代号叫做小灰。如今暴风雪已经彻底停下，狼爸狼妈他们应该也快要回来了吧。就在我思绪纷飞的时候，远处出现一对狼群身影，看着这对身影，我忍不住长嚎一声。紧接着远方响起接二连三回应的狼嚎，响亮悠长的狼嚎在空旷的北极大陆上空回荡。8头成年北极狼一只不少的全部回来，而且还拖拽着1头成年驼鹿和3头驼鹿幼崽。狼妈看到我时，直接将嘴里叼着的驼鹿幼崽扔到我面前。我低嚎一声，示意这种容易消化的小幼崽留给狼妹。懂事的行为让狼妈又是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我。在我将狼妈带回山洞后，几只小狼崽都是欢呼雀跃的起身围在狼妈身边，只有小灰屁颠屁颠的跟在我身后。狼妈将驼鹿幼崽撕咬开，便扔给了几头小狼崽。本来也想进食的小灰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便抬头看了看我，得到我的允许后，他才开始大口吃起来。狼妈注意到了这点，但也没有任何异议，毕竟强者为尊，一群狼崽子听我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的。狼爸他们看到几只小狼崽都平安无事，也放下心来，安慰了幼崽一番后，便将食物丢给他们。至于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，都没有询问。狼群回来后，本来空荡荡的山洞又热闹起来，有照顾幼崽的，也有担任警戒的。堂姐的母亲也开始教他一些狩猎和捕食的技巧。作为头狼的狼爸走出山洞，开始在周边巡视，也重新在山洞周围做了气味标记。狼妈则是示意我快来进食。我低嚎一声，然后带着小灰走向驼鹿尸体。这头8级雌性驼鹿的属性数值十分高，整个狼群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拖拽回来。我也没有客气，上去从脖子处撕下一块血肉，一口肉就是5点进化值，这让我眼前顿时一亮，也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获得进化值的提示音不断响起，一口气吃下10几斤的鹿肉，同时也给我提供了50多点进化值，距离再次升级还差35点，这让我浑身都充满了动力。时间犹如白驹过隙，数天时间转眼即逝，狼群靠着驼鹿尸体短暂休息了几天，1头成年驼鹿和3头幼崽驼鹿，直到今天才吃完。狼爸他们本来打算今天外出狩猎的，但天气明显不好，便放弃了这个打算。而我现在只差几点进化值就能再次升级，这让我有些按耐不住想要出去狩猎的冲动，但每次稍微有所动作，就被狼爸低嚎2声赶回了山洞。于是我打算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再出去。时间一晃到了下午，狼爸他们为了节省体力也都睡起了觉。我趁机悄悄起身走出山洞，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小灰也跟了上来，他的属性也快到达3级，因此我也没有强迫他回去。低嚎一声，我们就一起出发了。今天天气灰蒙蒙的，能见度并不高，这也是狼爸放弃外出狩猎的原因。不过我却没有半途而废的打算，我还差5点进化值就可以升级。很快就看到一窝北极兔，但他目前给我提供的进化值微乎其微，除非实在是饥饿难耐，否则懒得出手猎杀他们。倒是身后的小灰低嚎一声，想要前去猎杀。得到我的同意后，小灰高兴地朝着前方北极兔狂奔而去。但他还没跑到北极兔跟前，那窝北极兔就已经四散而逃。见状，我走过去给了一巴掌，作为狩猎失败的惩罚。接下来我又教会了小灰什么叫匍匐前进，什么叫隐蔽身形，而小灰也十分认真地在学，并且反反复复地在灌草丛中练习着。我一边带着他，一边也在搜寻着猎物。突然，来自动物的第6感直接让我狼毛炸起，赶忙狠狠地将小灰按在灌草丛中，让他不再动弹分毫。我也将狼躯隐藏在灌草丛中，一双淡蓝色的狼眸看向不远处。果然，没过几秒钟，一头有着足足2米的灰熊从一旁的灌木中走了出来。灰熊将灌木上的一些小颗粒的果实扒拉下来，就往嘴里塞。11级雄性灰熊的恐怖属性面板也出现在我眼前，除了速度是43，其他都是上百的数值。如果跑的话，我肯定能跑掉，可小灰就跑不掉了。纵使灰熊的速度再慢，追一只不足半年的幼崽还是很容易的。因此，我直接将小灰按得死死的，不能让这头灰熊发现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想救小灰也无能为力。好在这头灰熊吃完附近几棵灌木后，就慢慢悠悠地离开了。我这才算是松了口气，将小灰放开。不过今天偶遇到这只灰熊，也让我升级进化的念头更加强烈了。
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片北极大陆最强的狩猎者，纵使灰熊、北极熊这些大型霸主也将会出现在我的食谱之上。随后我低嚎一声，带着小灰继续搜索猎物。虽然北极大陆食物匮乏，可只要用心搜索，还是会有不少发现的。我和小灰在搜寻食物的途中就碰到了群居的驼鹿，可我也只是看了看就无视掉了它们，因为里面有着2头高达10级的雄性驼鹿，而这根本就不是目前自己所能对付的。皇天不负有心郎，终于在我和小灰不懈的搜索下，发现了一头落单的6级雄性社牛。这头未成年的社牛体重高达400-500斤，以我目前的实力还是可以搏一搏的。随即示意小灰趴在灌草丛中不要动，毕竟猎杀社牛这种大型动物，小灰根本帮不上忙。就算是自己若是被这牛脚顶上一下，那也绝不好受。随即我便在雪地中不断慢慢匍匐前进，4只狼爪在厚厚的冰雪中发出的轻微声响，根本就打扰不到正在啃食地上灌草的社牛。这头社牛脱离了牛群，它一边啃食灌草，一边四处张望，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。而这一幕正被不远处的探险者全程直播，直播间的热度也飞快地提了上来。一些比较熟悉这个直播间的各国网友也都在为北极狼担心，若是一不小心稍微被社牛脚顶到，最轻的下场就是重伤。就在这时，隐藏在灌草丛中的北极狼洞，一道白色狼影伴随着飞溅起的雪花，以极快的速度飞奔向了正在啃食灌草的社牛。在社牛还没来得及反应时，极具杀伤力的一爪就已经狠狠地拍在社牛的眼睛上了。一时间，直播间的众多网友纷纷开始夸赞起来。刚刚的一爪也让社牛彻底发狂，狂吼了2声之后，直接就向着我的头部狠狠撞来。可就在快要接近我的时候，我的狼躯略微一侧，便完美的躲过了野蛮冲撞，顺便还伸出狼爪在社牛的脖子上来了一下。再次受到攻击的社牛已经彻底发狂，急刹回转，再一次向着我野蛮冲撞而来。可这次撞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躲闪，长嚎一声，纵身一跃，跳到了社牛的背部，低下头狠狠地撕咬下一片血肉。但很快我就被疯狂晃动的社牛甩下来，刚刚落地，社牛那宽大的牛蹄就已经对着我的狼躯狠狠踏来。